都掉出来了，给哥儿几个瞧瞧。大喜之日，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这一切都是瑞王的宠妾作祟。快让开马进来！小姨，我只是想一起陪王爷迎亲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不知道会惊马啊，也不知道那些跟着我讨喜钱的乞丐会轻薄王妃。算了，青瑶不是故意的，反正你就算冥界已毁，我也会娶你为妃，此事就作罢了。宁儿，爹，好一个瑞王，好一个顾青瑶！皇上，臣要弹劾瑞王宠妾灭妻，对其妾妃的行为不加管制，纵容乞丐，当街羞辱朝廷命官之女。传朕旨意，令瑞王即刻将那小妾送入寺庙，青灯古佛，永不得出。圣旨到，瑞王萧云剑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刻命令瑞王将小妾顾氏送入皇家寺庙，青灯古佛，永不得出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哼，顾姑娘，不好了，王爷，不好了！何事这么慌张？顾氏在送去寺庙的路上，因逃跑不慎摔倒，撞到路边的石头上，去世了。什么？王妃，顾姑娘生前最爱这湖边的红梅，王爷说您摘几枝放在她灵前，也算尽了主母的情分。这是你还清流的债，你死了，债两清了。刚才的是梦，吉时到，新娘子上轿啦！是梦，可为什么这么真实？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事。哎呦，我的小姐吧，吉时马上就到了。和上一世一模一样，这一次我不会再任人宰割。就是这个眼神，他又要开始谋划。等他冲过来，用银针扎马后颈，一定要在撞花轿前动手，办砸了我们都得死。奴婢死也办妥。起轿！不能让噩梦成真，绝对不能。5、4、3、2。马进了，快让开！春月，快动手啊！裴婉宁，去死吧！滚开！别碰我！青瑶，王爷，救我！青瑶，别怕，我来了。王爷，他们欺负我，是裴婉宁，是他害我。噩梦被我改写了。大小姐，大将军派末将护送，您无恙吧？多谢骠骑将军。裴小姐客气了。顾清瑶，大婚之日骑着烈马冲撞迎亲队伍，差点踩死我，还连累数十名百姓受伤。现在你反倒说是我害你。就是他，刚才马冲过来把我毯子都踩烂了。自己骑术不经摔下来，被乞丐轻薄，还有脸倒打一耙。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他骑马的时候根本没拉缰绳，就是故意的。你胡说，是你早有预谋，你故意让谢将军在这里等着害我。裴婉宁，你够了！青瑶是我乳母的女儿，自幼与我青梅竹马，她是什么性子我最清楚，她绝不会故意害你。青梅竹马，所以她就可以在我大婚之日骑着烈马要我的命，所以她就可以让全京城的人看我裴家的笑话。她只是一时吃醋耍性子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，非要逼死她才甘心吗？大小姐，末将在马脖子上发现了这个，这银针刺入的位置极为隐蔽，只有骑在马背上的人才能扎到，而且末将检查过，这匹马被专门训练过，一见红色就会发狂。就是这根针，
梦里就是他毁了我的一生。顾清瑶，你骑着一匹见红就疯的马，在我大婚之日冲向我的红轿，现在你能解释一下这跟银针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不是我的，是你们栽赃我。王爷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们联手害我。够了！裴婉宁，你身为大将军府嫡女，就算花轿被冲破，你难道还没本事自保吗？现在你连根头发都没掉，却抓着这点小事不放，你就是嫉妒青瑶，就是想逼死她。我嫉妒她，我嫉妒她能在大婚之日骑着烈马差点杀了郑妃，我嫉妒她能被乞丐当街轻薄。萧云燕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都是这畜生惹的祸，本王今日就杀了他，这事就此作罢。谁再敢提，本王砍了他的头！痛死本王了！快叫太医，快啊！谢将军，麻烦你的人将王爷抬回王府。王爷，我的王爷啊！瑞王妃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是接个亲，怎么把王爷接成这个样子了？哼！青瑶姑娘早就私下里说过，她去庙里求过签，说你裴婉宁和瑞王殿下命格相克，你会克死王爷。如今看来，这签文是一点没差。王爷大喜之日遭此横祸，不是你克的，还能是谁？吴嬷嬷，你是想说这祸事是我求来的？吴嬷嬷，我与瑞王的婚事可是钦天监亲自核的，说是天作之合。青瑶姑娘竟敢质疑钦天监，她这么胆大包天，难道全是因为嬷嬷教导五方？老奴不是那个意思。在我与瑞王大婚之日，他顾清瑶就敢以下犯上，骑着烈马闯进迎亲队伍，踏伤无辜百姓。顾姨娘踏伤的人还在驿馆里躺着，等着瑞王府赔钱呢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谁也冤枉不了他。而瑞王殿下之所以受这般重伤，全是因为顾姨娘非要让王爷为他出气，王爷为了他才惊了马，被马蹄踏伤。瑞王可是皇后的嫡子，若是真伤出个好歹，嬷嬷不如好好想想，该如何在皇后娘娘面前解释吧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让人拦着我！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放开我！王爷最是疼爱我，我要进去服侍殿下。给我滚开！给我滚开！放开我！等王爷醒了，我让他砍了你们的头！姑娘，跪下！顾清瑶，若不是你任性妄为，王爷怎么会重伤至此？你闯下这弥天大祸，不思悔改，竟然还有脸在这里哭哭啼啼！你就跪在院子里，什么时候瑞王醒了，你再起来。王妃，下官已经尽力了。瑞王的下身被马蹄踏的已经不行了，如今命是保住了，以后身体或许能恢复，但恐怕再难有子嗣。瑞王还未清醒，待他醒来，千万要好生告诉他，不可激动。来人，把顾清瑶押下去，杖责20，关入大牢，等候皇后娘娘发落。是。王妃，王爷现在还没醒，万万不可动私刑啊！裴婉宁，你想趁王爷没醒杀了我，你这恶毒的人！因为你，瑞王受了重伤，杖责20，难道不应该？要杀要剐，还轮不到我做主，自有做主的人。王爷，你快醒醒啊！王爷，救救青瑶！全部住手！你我也还未拜堂成亲，你还不是瑞王妃，你就敢插手王府的事宜，如此跋扈，我倒要和母后重新考虑瑞王妃的位置，你到底适不适合？青瑶自幼身子便不好，你怎么忍心叫人打她20板子？就因为那马惊了你，她也受了伤，难道你一定要这样斤斤计较吗？王爷，你若再不醒来，青瑶今日怕是真要被他生生打死了。别怕，王爷，
有些规矩你还是早些告诉王妃的好，免得她刚进门就这般不知轻重，丢了王府的脸面。外头的传闻还是含蓄了，王爷对这位顾姑娘当真是宠得连半点王府的体面都顾不上了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王府不可没有规矩。顾清瑶大婚之日金马冲撞，犯下弥天大错，必须要罚。此事我已叫人进宫禀明皇后娘娘，一切等娘娘处置。疼！我的伤怎么会这么疼？药呢？太医呢？快把药端过来给本王喝！快去啊！王爷，您先忍着点儿。太医刚才说了，您的身体大概是能恢复的，但是怕是以后都不能再有子嗣了。哦，对了，太医还特意叮嘱过，以后王爷能不能重振雄风，能不能行那人道之礼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不能再有子嗣？什么叫能不能人道要听天由命？这不会是真的吧？裴婉宁，你竟敢当众危言耸听，诅咒本王！本王一定要母后废了你这个王妃！废了我？王爷，您现在这副身子，怕是全京城的名门少女躲都来不及，谁还会稀罕当这个绝嗣王爷的王妃啊？如今人已送到，王爷既然也清醒了，那我也该回府了。裴婉宁，你既然过了这王府的大门，就是本王的人，在这儿你最好学会什么叫顺从。王爷，收起你那副要吃人的表情。说到底，你我还未正式拜堂，婚书也未入宗人府。严格来说，我还不是你这瑞王府的王妃。今日众位做个见证，我裴婉宁自愿放弃瑞王妃之位，从此以后，你我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取消婚约，裴婉宁，你疯了！本王可是瑞王，是皇后的嫡子，你爹就算是大将军王爷，绝不敢公然和皇权叫板。裴婉宁，你在这儿装什么委屈？这就是你们大将军府的家教。以后你做了王妃，王府少不了你的管理。瑞王殿下，裴小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她要取消婚约，还请殿下自重。放手！闭嘴！这儿有你这个武夫说话的份吗？瑞王殿下，收起你那龌龊的心思。如今正因为你心心念念的顾清瑶，害你不能传宗接代，让你彻底绝了嗣。胡说！你给我闭嘴！谁说了本王绝嗣？孤是皇子，孤不信。王爷伤及根本，怕是日后真的不可能再有任何子嗣了。皇后驾到！什么？燕儿，我的燕儿，你怎么会伤成这样？胡说！本宫带了太医来，给本宫治。不管用什么名贵药材，治不好瑞王，你们统统提头来见。娘娘，王爷下身被马蹄重创，经脉尽断，确实无法挽回了。子嗣、前程都没了，本王什么都没了。怎么都摇头啊？不就是被马踩了一下，养养就好了？王爷至于哭成这样吗？顾姨娘，你还在想等王爷伤好了怎么恩宠你？那你就好好等着，看看你这心尖尖上的王爷，往后还拿什么来宠你？王爷，您可算出来了，我以后会好好服侍王爷的。贱人！王爷，您怎么了？我是清瑶啊。顾姨娘倒是时刻不忘自己的本分，这时候还想着服侍王爷。你还有脸叫王爷？若不是你这个祸水生事，我儿怎么会被金马踩伤？如今你把他害成这副凄惨模样，让他一辈子毁在你手里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拖下去！王爷救我！王爷！娘娘开恩呐！青瑶绝不是诚心要害王爷的呀！娘娘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宫平日里给你几分好脸色，你便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了？把吴嬷嬷也给本宫拖下去，杖20，打完直接扔进浣衣房，这辈子都不许再踏进凤仪宫半步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！王爷，求你饶了清瑶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千万别赶清瑶走啊！王爷，清瑶肚子里说不定已经有了您的骨肉了呀！若是这一顿板子下去打没了，娘娘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既然你自称有孕，本宫便给你1个月的活头，将她关进偏院，
没本宫的口译，谁也不许见。传太医每日过去诊脉，若是1个月后诊不出孕脉，直接将他杖毙，不必回禀。婉宁啊，本宫知道今日这事儿委屈了你，你放心，有本宫在，你这个瑞王妃的位置谁也别想动。那个顾清瑶翻不出浪花来。皇后娘娘厚爱，臣女感激涕零。只是臣女今日已经与瑞王殿下当众取消了婚约，自请让出王妃之位。裴婉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因为看到我儿受了重伤，觉得他没前途了，才急着在这时候取消婚事，想落井下石？皇后娘娘此言差矣。瑞王宠妾灭妻，当众羞辱我儿，如今绝嗣自食其果，凭什么要我裴家女儿赔上一辈子？裴震，你敢对本宫如此无礼！我的女儿绝不可能再嫁瑞王为妃。听说了吗？瑞王府大婚变大祸，那爱妾今晚把瑞王撞个半死。何止啊！裴大将军当众带走嫡女，婚约直接吹了。瑞王宠妾灭妻，丢人丢到家了。今日在府里伺候的所有人，还有那些大夫，把嘴都给本宫闭严实了。瑞王绝嗣的消息，若敢泄露半个字，本宫要你们全家的命！小姐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王爷重伤，却没人提王爷绝嗣的事，看来是被捂住了。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现在只要云燕这辈子都再无前程可问了。王爷，该吃药了。滚！都给本王滚出去！本王还没死，你们这副样子给谁看？大喜！王爷大喜啊！偏院那位顾姑娘诊出喜脉了。喜脉？你说她怀了本王的孩子？哈哈哈哈哈！快去通知母后，就说本王有后了，传本王口谕，封青瑶为瑞王侧妃。王爷且慢，侧妃娘娘如今脉象还不明显，若是激动，怕是动了胎气。等胎象稳定了，王爷便什么都不怕了。好，就依太医所言，只要孩子能保住，本王什么都依你。本王倒要看看，谁还敢说本王绝了嗣。既然太医说你有喜了，这顿板子本宫暂且记下，好好养胎，平安生下子嗣，你的福气在后头。青瑶明白，谢娘娘隆恩，定会保住王爷骨肉。小姐回府后气色好多了，奴婢总算能睡踏实觉了。终于彻底摆脱他们了，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才是我想要的。大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皇后娘娘召您即刻进宫叙话。你们瞧瞧，本宫最喜欢的还是婉宁，端庄大方又贤良。前些日子都是我那皇儿混账，惹婉宁生气了。皇后娘娘眼光极好，裴大小姐确实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。婉宁气也该消了，明日便让云燕亲自登门道歉。咱们重新下聘，再择吉日可好？裴大小姐真是好大的体面，能让瑞王亲自赔罪。这京中哪个女子能有这般尊容？臣女多谢娘娘厚爱，能得娘娘这般眷顾，本是婉幸天大的福分。只是那日从瑞王府回府后，父亲见婚约已断，便忧心臣女名声受损。谁知家中刚传出消息，父亲便在前2日匆忙为我定下了另一门亲事。什么？定亲了？这也太快了吧！你说什么？裴震竟然为你定了另一门亲事？他可曾想过瑞王，想过皇家的颜面？娘娘息怒，那日取消婚约的事传得满城风雨，父亲为了压住此事，最终在前2日定下了婚约。婚姻大事自古便是父母之命，婉宁身为女儿家，也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。好一个裴震，动作倒是够快的。小姐，方才在宫里您直接说定亲了，这事若是传到老爷耳中，与其被皇后再次困住，不如先破后立。父亲和母亲在哪儿？回大小姐，将军和夫人在书房等您。婉宁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那可是皇后！你说定了亲，我这一时半会儿去哪里给你变出现成神谕去来？万一皇后起疑，圣上问起定了谁家，你让你爹怎么答？别说那是谎话，那儿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吗？谢小将军在闹市救了我的命，这是全京城都看到的。若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，父亲顺水推舟将我许配给他，谁也挑不出错出来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裴震的女儿，真有你的！远州这孩子品行真是武功，无一不是上等。虽然仓促了些，但远州确实是个知根知底的好孩子。只要父亲点头，这婚事便成了一半，剩下的女儿自有分寸。大将军，您刚才说要把大小姐许配给我，看来你是不愿意了。大将军，不行，我愿意。
我现在就回家准备提亲。瞧瞧这阵仗，宁远侯府真是把家底儿都抬来了吧？那可不，谢小将军亲自烈的火焰，这可是最顶尖的诚意了。将军，瑞王殿下来了，还带了顾侧妃。裴家定亲，怎么也不通知本王一声？这么大的喜事，臣妾怎么也得带点礼物来送给裴小姐啊！王爷不在府里好好养伤，今日怎么有兴致来凑这份闹腾？裴小姐，恭喜啊！这是皇后娘娘新赏下的首饰，我那儿多的带不完，特意拿来给你添妆。上次金马搅黄了你的婚事，这盒宝贝就算我赔个不是。顾侧妃既然觉得首饰多的带不完，还是留着给自己压惊吧。毕竟这王府的福气，一般人可消受不起。婉宁，你当真想好了？你贵为大将军嫡女，竟然真要委身嫁给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武夫？只要你点头，我立刻进宫求母后取消你的婚事。瑞王殿下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是谁亲口说我不配这王妃之位？又是谁为了他的轻徭要废了我？王爷请自重。如今我是宁远侯府未过门的儿媳，这正妃之位还是留给那位肚子里有皇家骨肉的顾侧妃吧。瑞王殿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您这是要当众抢夺臣子的未婚妻吗？放肆！本王与婉宁说话，哪有你这武夫插嘴的份儿？我与婉宁的婚事已定，聘礼已入府，王爷身份尊贵，更该慎言。婉宁，你这么急着嫁给他，只是故意气我，对不对？王爷太高看自己了。我选择远州，是因为他值得。等他把孩子生下来，就休了他。那个孩子就是你的嫡子。王爷变脸还真是快，当初他可是你的心尖宠，现在居然嫌他浅薄了。那种身份卑微的女子根本上不得台面。王爷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您说要等孩子落地就休了我？你听到了又如何？顾清瑶，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你不过是本王乳母的女儿，能进王府已是恩赐，孩子生下来必须记在王妃膝下。他是我的亲生骨肉，你凭什么？凭你交不出王府的继承人，你的身份不配。萧云燕，我若是不把他生下来，你就彻底绝迹了。太医得的清清楚楚，你以后永远不可能再生养了，你是个废人。什么？王爷绝了嗣？难怪最近总见太医进府，原来是马家做的宠妾灭妻的下场。敢当众污蔑本王！来人，把这人堵了嘴压下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站住！谁敢再动我一下？王爷，你再敢让人动我，我便在这儿一尸两命！顾清瑶，你敢威胁本王？你青梅竹马，你说过会一辈子宠我，如今你居然是想把我的孩子给别的女人养，大不了我带着你的独苗去死，你去死！诸位，方才那侍妾因有孕在身，神志有些疯麻，胡言乱语之词，切不可当真。太医早有定论，本王身体无恙。是，孕中女子多有异症，明白。说的跟真的一样，那顾氏若不是真被逼急了，敢拿一尸两命发誓，就是话是不是真的？裴婉宁，你亲自来看我是想看我笑话？省省吧，瑞王这辈子唯一的子嗣只能是我生的，正妃之位迟早也是我的，是吗？顾侧妃，你真的确定你肚子里揣着的那个胎儿是瑞王的种，而不是那位日日为你诊脉的太医的？你胡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为了保命撒谎有余，他露馅竟然下药借太医怀上孩子，再要挟他谎报岳父，混淆皇室血脉，罪犯欺君，你可真够大胆！成王败寇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你怀了谁的孩子与我无关，我也没闲工夫揭发你，你就回王府好好为瑞王生儿育女吧。萧云燕为了你百般折辱，如今我倒要看看，等她知道她唯一的骨肉其实是别人的，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爱你？婉宁，为了怕瑞王那疯子再整出什么幺蛾子，咱们的婚期定在1个月后，会不会还是太迟了？1个月已是最快时间了。谢小将军，你是在担心我跑了，还是担心瑞王抢人？等我们成了亲，就离开京城去边关驻守，可好？
那里没有繁文缛节，女子也可以纵马驰骋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。好，待成了亲，我们便去边关。我也想喝最烈的酒，在草原上跑跑马。皇上，奴才方才听到一个不得了的消息，是从裴大将军府上的宴席上传出来的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外头都在传，瑞王殿下这次马刺马踏受惊后伤了根本，已经彻底绝嗣了。你说什么？瑞王绝嗣？查，给朕查个清楚！若有一句虚言，朕要了那造谣者的命！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瞒朕到什么时候？隐瞒不报，还暗示朕封他为太子，这种德行怎么配做天朝皇后？传朕旨意，皇后失德，禁足凤仪宫，无诏不得外出。皇后娘娘被禁足了，瑞王府门前现在冷清的落叶都能听见响。没子嗣的皇子哪里还有前程？大家伙儿现在都赶着去景王府送礼呢。没后的大父，谁还指望他们遮夜？这些人当初恨不得跪舔本王的靴子，现在倒跑得快。你说，那顾世帖肚子里的真能救回瑞王的前程吗？若他真能生下个儿子，瑞王或许还有一丝翻身希望。若是生不出来，本王等了1天1夜了，能不能翻身？能不能翻身，就看这一回了。生了，是个小世子。本王终于有儿子了！我萧云燕终究是后继有人了。我看朝中那帮老头子，谁还敢说我绝嗣？瞧瞧，这就是本王的嫡长子！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侧妃娘娘为您添了一位小世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同样的胎记，这孩子长得竟然和你一模一样！你们谁能告诉本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太医，你睁大眼给本王看清楚，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！你来给本王的妾诊脉，日日夜夜在这偏院伺候，结果本王的儿子长得竟然跟你一模一样！哈哈哈哈哈！胎记，哼！要不要本王现在就去取水，亲自给你们这对父子滴血认亲？王爷饶命！是顾世谦，是他给下官下了药。他说您不能再生养，他为了保命，他还威胁下官，若不帮他瞒骗，就让臣满门抄斩啊！臣真的是冤枉的。好一个安分守己的顾清瑶！看什么看？都给本王滚！滚出去！立储！哈哈，立储！全京城的笑话，本山成了全京城最大的笑话，最后的一点希望全被这孩子毁了。王爷，饶了清瑶吧！本王踩着正妃的脸面来宠你，你竟然敢红杏出墙！你竟然敢背叛我！本王杀了你！杀了你这个毁掉本王前程的人！你对我哪有真心？你不过是想要儿子，我背叛你又如何？是你自己没用。你被马踩废了，不能生养子嗣，这与我何干？我是在帮你。闭嘴！还有这个孩子，你拿什么去争那个位置？来人，把这人给本王架起来，杖责20。打完之后，直接扔进房里关着，永世不出。关着？萧云燕，你居然要给我关着！我的好王爷，你当真不怕吗？全京城都会知道堂堂瑞王的侍妾是因为嫌弃自家主子不能人道、不能生养，才不得不跟别人偷情。闭嘴！给本王闭嘴！怎么怕了？萧云燕，你听清楚了，我是生了别人的孩子，那又如何？你一个没用的王爷，你这辈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！萧云燕，本王不杀你。来人，把他拖到后院最偏的那间柴房去。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锁死，不许给他送水送粮，让他在里面自生自灭。谁要是敢私放他，与他同罪。臣弹劾瑞王萧云燕宠妾灭妻，经马闹事，囚禁侍妾，实乃皇家之耻。够了！传旨，萧云燕暴虐无常，德不配位，即日起剥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发配庆州，永不回京。我的燕儿是太子，他是将来的皇帝，谁敢贬他？疯了，彻底疯了！裴婉宁，是你害了本宫的儿子，我要杀了你！
上的爵位，贬为庶人发配庆州了。皇后娘娘她在凤仪宫疯了。那些积攒下来的账，如今也算是一笔勾销了。这宫里的富贵荣华，他们争了一辈子，到头来终究是成了困死他们自己的坟墓。替我准备一下吧，京城的事已了，我们也该往前看了。快点走，磨蹭什么？天黑前赶不到驿站，看我不抽死你！昔日的萧云烟已经死了。婉宁，在看什么呢？无事，看城外的雪景，甚美。带我们到边关的家时，想必春天已经到了吧？是，等到了那里，我早已安顿好一切。到时候我带你骑马打猎，看大漠落日。春风拂面的时候，正是最好的时候。怎么，裴大小姐，莫非是以为这边关真的只是块寸草不生的荒滩？谢远征，你之前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边关久寒，害得我这一路上都在做喝西北风的准备。苦自然是真苦，尤其是入了冬，那风沙大的能直接把人吹跑。不过这里你想要的蜀锦、茶叶、胭脂水粉，随手就能买到，只不过价格比京城贵3倍。照将军这么说，我往后的胭脂水粉钱，怕是全得指望将军那点薪俸饷银了。只要你想要，我的饷银全部交给你，随你怎么买都行。将军还没进门就上缴饷银了，将军大气！咱们大小姐往后可是玉门关最俏的掌柜喽！谢远征，你快过来瞧瞧，这便是你口中精心打理的园子。我从前只听说过谢将军在战场上杀敌如麻，没成想堂堂将军私下里竟然还会弯腰种菜。将士们个个都种，若是不种菜，在这荒地里吃什么？边关路远，朝廷运粮的损耗极大，咱们自己能开垦一点是一点，多给将士们留口粮，能自己一点，心里才踏实。别愣着了，这草都快比菜高了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你别动，婉宁，这地里脏，让秦兵来干就行。秦兵是用来练兵守关的，哪有空天天盯着你这几垄菜？我在京城时也常帮母亲料理花园，种菜拔草差不落，你少瞧不起人。婉宁，以后在这儿，这就是咱们的家。夫人，这风暴眼看就要来了，您这封窗的法子比咱军营里的老卒还利落。在玉门关待久了，总得学会跟风沙抢时间。去，把后院那堆风干的牛粪盖严实了，那是咱们晚上生炉子的口。得嘞，夫人您放心，一星一点都失不了。在校场就闻到家里这股羊肉香味了。今天巡边辛苦了，特意加了些驱寒的药材。将军，夫人打发人捎来的，说是风大，让您和兄弟们都暖暖身子。哎，你瞧见没？将军方才接诗盒的时候，那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去了，谁说不是呢？都带着夫人那股子老劲儿。将军，末将得敬您一碗。想起以前，您那是真硬气啊！喝多了就去睡觉，少在这儿发酒疯。大家伙评评理，当年兄弟们见将军老大不小，操碎了心给您说亲，您说什么来着？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儿女情长只会炖了本将的剑，结果现在回回有好吃的都往家里烧。将军，这滋味真香了吧？住虎！我看这舌头是不想要了，滚去操场跑10圈，跑不完不许叫。好，我这就跑，香不香将军心里最清楚。谁能想到，那个在京城里冷得像尊菩萨一样的裴大小姐，现在竟然会为了我在这黄沙地里洗手烧汤，深夜为我添衣。每回看着你为我扣紧铠甲，我才真切觉得这辈子最走运的就是遇到了你。小姐，这银壶皮是大将军专门从京城送来的，金贵得很，要不还是让奴婢来吧。您的指尖都扎破好几回了。不成，这是我亲手给远州缝的第一件大袍，哪有让丫头代劳的道理。远州，快试试看合不合身。这是你亲手缝的？手艺生疏，缝得慢了些，拆拆补补才赶在降霜前做成。这是我谢远深这辈子穿过最好的衣裳。你自己瞧瞧，
这线脚缝的跟蜈蚣似的，到处都是歪的，哪儿好啊？歪的好，歪的那才叫心意。哟，将军，这大唐可真气派，这银狐皮怕是京城才有的稀罕货吧？那是自然。瞧见这针脚没？这可是我夫人亲手一针一线为本将缝的，夫人亲手做的，怪不得将军连巡边都要披着，幸福气，兄弟们真是眼馋坏了。哈哈。这沙尘暴刮了整整3天了，再这么闷下去，我怕是连这草药的名字都要认不全了。婉宁，闷坏了吗？瞧本将给你弄来了什么宝贝？田婷婷，谢远州，你快住手！你别拉了，求求你了！你再拉下去，隔壁院子里那几头羊都要被你吓得连夜跑路了。胡说！我这可是在给你解闷呢。我小时候请先生教过半年，那位先生亲口夸我有天赋。谢将军，那位夸你有天赋的先生，我看他多半不是耳朵不太好，就是收了你们谢家太多的书。只要能让你笑出声，这羊跑不跑路，本将管不着。这京城可没有这么阔气的景致。婉宁，看菜看好了，随手裁一根粗树枝，一片平整如镜的地上。裴婉宁。婉宁，这马画的也太丑了吧？丑吗？这画的就是你。你说我长这样？对，这就是你这匹塞外野马。好啊，竟敢偷袭本将！裴婉宁，你给我站住！对付夫人，自然得用全力。谢将军，你这还手的劲头倒是不小。看什么看？那云多白，那山多金。对，今天的云真像雨，今天的雪真像雪。婉宁在信里说，远州那小子练兵从马上摔下来了，这都多久了？怎么才告诉我？你瞧瞧，婉宁后面不是写了已经好了，这孩子就是怕咱们惦记。你来回吧，我就一句话，让他在那儿老实待着，别给远州添乱。父亲说他向皇上请了旨，借巡边的名义想来看看咱们。那岳父大人到哪儿了？我这就带人去接应。父亲说走到半路扯反了，怕太招摇打草惊蛇。他信里说远州士元能将，边关有他在，为父放心，你嫁给他。岳父大人这般信任我谢远州若不打几个漂漂亮亮的胜仗回来，真的对不住他。你瞧，那是胡人的烽火，还是起沙了？烟尘里有火光，听，是马蹄声，这声音太密了，不是商队，是成千上万的铁骑。敌袭！西北山口发现大批敌军精锐，快敲钟！远州，是关外有变吗？西域那3个部落合兵了，正冲着关西的屯田点去。别怕，守关是我的本职，我去就回。开城门，出击！上！快，校尉中刀了，先止不住！愣着干什么？想看他流干血死在你面前吗？过来，给我死死按住他的大腿根，拿棉布压住创口，快！军医，棉布递给我，金成药在哪？右边第2个罐子撒上去，重重的压着。伤口不能沾水，这几天别乱动。此役斩敌首级800余，缴获战马2000匹，敌军残部已退至大漠以北。3月内，胡人绝不敢再犯我大天朝边境。胜了，咱们胜了！将军威武，玉门关守住了。活下来了，你总算活下来了。不过，我回来了。朕承天序，谢氏远州守关有功，斩敌建威，赐黄金1000两，蜀锦100匹，良田1000亩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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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夫人，那日仗打了7天7夜，你在后方救死扶伤，若是没有你，便没有这玉门关的大胜。谢某的一切都是夫人的，今日这圣旨与赏赐也该由夫人来收。既是大将军的心意，那婉宁便替你守着这将军府的家底。往后在玉门关，本将说了算，但本将听夫人的。将军威武，将军夫人威武！
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这几日累着了，脸白成这样？无妨，就是忽然觉得这地在转，站不稳。您快坐下，我这就去请军医，您撑着点。大喜，恭喜夫人，这是喜脉啊！喜脉，当真？太好了！我就说小姐这几日胃口不对。错不了，夫人身体健朗，这胎气足得很。春汛将至，玉门关以西的堤坝必须在半月内加固完毕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将军，府里来报，夫人怀上身孕了，御医说是喜脉。将军你傻了？你们继续继续，我去就回。婉宁，辛苦你了。这才刚查出来，还没生呢，有什么好辛苦的？不过咱们先说好，从今日起，不许再让我闻药铺里那些烈性草药的气味。不闻。从今日起，我让你离那药铺10丈远。来人！将军威风。还有，我想吃酸的，越酸越好。酸的，对，酸儿辣女。我这就派人去城里，把所有的酸果子通通买回来。那些果铺太甜了，我想让你再给我腌一坛酸萝卜，要你亲手腌的那种。这有何难？整个玉门关，谁不知道我谢远州腌萝卜的手艺是军中一绝？夫人等着，今晚就让你吃上最够劲儿的酸萝卜。将军，您这又在折腾什么新菜式呢？这酸味儿，末将在胡同口就闻见了。婉宁说这2天胃口淡，昨儿想喝酸汤，今儿又念叨着想吃鱼。你们懂什么？这酸菜鱼的汤头最是讲究，这叫香。去，把那边的酸萝卜再给我切一盘送进屋。将军，我只是去喝口水，你不必弄得跟守关卡似的。那不行，老军医说你怀着双胎，比常人更要紧，万一磕着碰着，本将这心都得跳出来。远州，你也太疑神疑鬼了。这1个月你几乎没合过眼，难为你一个大男人，连觉都不敢睡深。婉宁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不舒服？还是要生了？我只是翻个身。将军，您都站了1天1夜了，好歹吃口热乎的。夫人还没出来，您可不能先倒下。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，是龙凤胎啊！先出来的是公子，后出来的是小姐。稳住！夫人呢？夫人怎么样了？大将军放心，夫人好着呢，正叫丫头给她擦汗喝水呢。将军，儿女双全了。够了，只要你平安，够了。谢将军，贺喜贺喜！这是西域最纯的葡萄酒，专程送来给狮子和郡主贺喜。好，多谢阁下。兄弟们，今日肉管够，酒管够，咱们边关的人不讲京城那些虚礼，干了！将军，酒也喝了，肉也啃了，您倒是说说，咱2个小主子叫什么名啊？名儿本将可不敢乱取，婉宁说了，得等我那岳父大人赐名。龙凤胎，我裴震也有外孙和外孙女了。婉宁让老夫赐名，我想好了，长孙就叫谢承恩，长孙女叫谢昭华。承恩者，承蒙皇恩浩荡，亦是感念天恩垂恋；昭华者，取光明美好之意。承恩昭华，名字取得再响亮，到底不如那句平平安安。哎呦，小公子！昭华，怎么不去跟哥哥玩？你这性子倒是跟我像了个10成。将军，西山口的巡逻岗哨需要再加派2队人马。音频已准了，按原定计划执行。咱们将军宠女儿，那是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给小姐玩，全军上下谁不知道？杀！承恩，你快给我停下！夫人，您瞧这小子，这股子拼命3郎的劲头，跟将军一模一样。末将敢保证，承恩将来定是个威震边关的将才。将什么才？我看还是先让他学会不把我的菜小踩烂再说吧。大小姐，老奴奉命给您送京城的东西来了。老管事，既然劳烦您亲自领队跑这一趟，快请起。这一箱是夫人亲手缝的4季衣裳，这一箱是大将军跑遍京城淘来的真本医书，还有这封家书，夫人叮嘱务必请您亲自过目。
凤仪宫自禁足后，变成了一座死城。去年深冬，皇后娘娘染了寒疾，这一病竟再没起来。萧云燕在庆州得了消息，上书求皇上准她见母后一面。皇上念及最后一点骨肉之情，准她回京。这种母慈子孝的戏码，她也配？她赶回京城时，皇后已是强弩之末，直到咽气都没能说出一个字。半个月后，皇后薨逝。萧云燕，你杀妻灭氏，可曾想过会守着一个说不出话的母亲等死？皇上竟然还复了她的爵位，降封为庆王，永居庆州。对他这种自视甚高的人来说，怕是比死还难受。小姐，这蚂蚁搬家有什么好看的？快过来喝口甜汤。春雨姐姐别吵，蚂蚁搬家是要下雨啦。萧云燕，母后病逝，权势散尽，余生只能在那方寸之地看着皇城方向等死。这便是你种下的因。那些肮脏腐朽的旧事，就该烂在地狱里。婉宁，想什么呢？水烧好了，一会儿咱们带孩子们去草甸子看落日。这就来。承恩，别闹了，去洗脸。爹爹，快看那只大鸟，飞得好高啊！坐稳了，待会儿到了半山腰，爹爹带你抓更厉害的。昭华怕不怕？娘亲，昭华不怕，昭华喜欢这风的味道。抓蝴蝶喽！春风拂面，正是好时候。